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解读由麻省理工、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顶尖团队联合发表的颠覆性研究。他们提出了一套仿神经突触可塑性的通用控制框架，赋予了软体机器人类似生物大脑的适应能力。即使在发生断臂故障、遭遇狂风干扰或面临超重负荷的极限条件下，该框架依然能引导机器人完成高精度动作。这种生物学与工程学的跨界融合，彻底打破了传统软体控制的性能瓶颈。软体机器人拥有天然的机械顺应性，但控制端却面临核心悖论。传统模型多基于牛顿定律或伯努利原理等第一性原理。面对高维度的连续变形，这些复杂的物理公式在未知动态环境中极易失效，这导致机器人缺乏必要的认知功能，无法实现跨任务泛化，也难以主动适应多变的环境。为了解决建模失效，该研究转向生物学寻找灵感。核心理念在于具身认知与神经突触的可塑性。研究者模拟了长时程增强机制 LTP， 通过提高脉冲频率来强化有用的运动特征，同时利用长时程抑制机制 LTD， 削弱那些无用的行为反馈。这种感知与运动的持续交互，让软体躯体与自适应认知系统真正融为一体。研究者通过建立4个维度的逻辑映射，推动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智能的范式转移。控制策略在此被视作机器人的认知功能，而柔性结构则对应生物的顺应性躯体。系统利用任务泛化模拟人类的抽象推理，并借由行为自适应完成适应性学习。这一框架将机器智能各组件与人类智慧紧密对标，开启了控制算法的数字化重构。在这一逻辑指导下，研究者设计了一套分层控制架构，整个架构由特征层与自适应层组成，模拟了大脑的突触重构。其中，特征层依靠离线结构性突触，通过原学习提取跨任务的通用特征，而自适应层则利用在线可塑性突触，通过误差门控机制实现行为的急速调整。这种双层协作构成了赋予机器人智能的数字底座。第一项原理涉及离线结构性突触。研究者引入了运动咿呀学语机制，让机器人在无意识的随机动作中进行探索。利用原学习框架，系统能从海量小样本任务中提取出通用的特征底座。这种机制类似于婴儿通过挥舞肢体来建立对自身结构的底层认知，从而为后续控制提供稳定的基础 AI 模型。有了底座后，系统通过原理2实现毫秒级自适应。在线可塑性突触采用了误差门控优化机制，它会冻结底层的通用特征，仅更新特定的配置参数。针对不同维度，该框架匹配了差异化的更新策略。低维空间使用封闭形式回归与爬山算法，高维空间则引入 Reptile 原更新进行梯度下降。这种设计确保了系统在未知环境偏移下能实现急速收敛。边学习边控制极易导致系统发散。为了确保安全，该方法引入了控制收缩理论作为稳定性锚点，这对应了生物学中的稳态调节，能防止神经元过度兴奋。具体实现上，研究者将收缩度量 ms 作为显示约束嵌入到损失函数中。这一策略强制误差动态保持收缩，提供了严密的理论稳定性保证。它不仅抑制了顺态超调，更防止了机器人在自适应过程中产生失控行为。3大原理最终整合成了这套全链路控制闭环。在离线训练阶段，系统通过特征层和自适应层处理状态，此时需同步计算行为克隆损失与收缩损失来形成反馈。进入在线部署后，控制流程转为毫秒级的实时响应。系统根据现实观测急速更新模型，并实现策略自适应。这套流程让机器人在真实环境的每1秒交互都具备闭环稳定性保证。为了验证框架的通用性，研究团队选用了2款极具代表性的异构硬件。首先是重160克的线驱动柔性臂，它由3根线缆控制，属于低维控制空间。相比之下，重120克的形状记忆合金机械臂更为复杂，它拥有11个独立加热段，且状态空间采用了54×81的像素级图像输入。这2套跨越维度的硬件载体，为后续的极限稳定性测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理想环境下，系统的追踪误差仅为 4.2 毫米。然而，真实世界的应用往往充满挑战。为此，研究团队设定了4种极限试炼场景，这包括模拟重负荷的动态注水、驱动器接连断裂的致残性故障、
台风级别的强风扰动，以及底层材质的物理参数突变。这些测试将验证仿神经框架在面临传统模型溃败时的自适应能力。在第一项动态超重试炼中，机械臂末端悬挂的气球被持续注水，负载在2分钟内从0克飙升至80克，相当于其本体重量的一半。面对这种持续变化的未知重力干扰，算法仅通过4圈运动就完成了在线自适应。误差图表显示，最终精度被稳定在5毫米以内，实测值仅为 4.2 毫米。这证明即使负载剧烈波动，机器人依然能精准维持轨迹。除了应对重载，该框架还能处理更严重的硬件损毁。在第2项试炼中，控制线缆 C4 到 C6 依次完全断裂，导致系统控制维度骤降。即便在断裂瞬间出现了短暂的误差尖峰，算法仍能瞬间重新分配控制权。结果显示，机械臂依然精准绘出了爱心轨迹，误差被锁定在5毫米以内。这种急速的自适应调节让软体机器人在伤残状态下依然能稳定工作。第3项试炼挑战的是高维形态下的极端风场。SMA 机器人面对着转速在1500到2500转之间波动的周期性狂风，强气流彻底干扰了合金内部原有的热动力学特性。即便如此，算法仍通过潜意识平衡急速抹平了瞬态误差。误差图表清晰显示，机器人依然能绘出平滑稳定的圆柱轨迹，实现了对复杂动力学的及时重构。除了应对环境干扰，该框架在实际作业任务中也表现出色。测试中，研究者为机器人更换了重 18.6 克的未知柔性夹爪，并尝试搬运重量不明的水果。即便面对高达 56.4 克的极限负重，系统仍能瞬时自适应新的动力学特性。实验曲线证明，机器人精准地将物体移动到5毫米阈值内的目标点并释放。这种对未知载荷的及时适配，展现了其强大的作业通用性。该框架在全局形态控制上同样展现出惊人的稳定性。即使在最高2500转的风速干扰下，机器人仍能精准摆出从 J 到 U 的各类字母形状。实验对比显示，传统的逆运动学基线算法在强风中匹配度会骤降至 80%， 而本框架即便面对正弦波动的极限风力，依然能保持 93.8% 的图像重合率。这表明系统在狂风中依然拥有极致的形变控制精度。通过重写物理法则的仿真实验，研究者进一步验证了框架的鲁棒性。在杨氏模量发生突变的情况下，传统逆运动学模型的误差暴增了 215%。相比之下，本方法凭借特征层的强大泛化能力，其误差仅为原始配置的 63%。在驱动器失效或材料密度改变等极端场景下，该框架也展现出了对传统模型的绝对性能优势。这意味着它能从容应对躯体材料属性的剧烈变化。在多维扰动的终极对决中，该框架展现了绝对的领先优势。当面对50克尖端负载或驱动器失效等分布外扰动时，高斯过程控制与最优控制算法的误差显著增加，甚至超过10毫米。而本框架在这些复杂场景下，依然将误差控制在 4.8 至 5.9 毫米之间。尽管无干扰时各方法势均力敌，但一旦环境发生偏移，这种仿神经架构便体现出对传统算法的降维打击。该研究重新定义了柔性控制的极限，在多重物理打击下，其轨迹追踪误差相比最强基线算法降低了 44% 至 55%。即使遭遇断臂或狂风，全身形态匹配准确率依然保持在 92% 以上。最惊人的是，它实现了高达 58.5% 的极限负载体量比，远超以往文献记载的数值。这些核心性能突破标志着软体机器人真正具备了以柔克刚的物理表现。性能奇迹的背后是3大核心支柱。首先是成对分解机制，它剥离了任务共享结构，使在线小数据的急速更新成为可能。其次是学习收缩度量，将硬核稳定性约束嵌入学习闭环，彻底拒绝发散失控。最后是维度自感知更新，它打通了低维运动与高维像素空间，实现了模型与策略的闭环耦合。这3大支柱共同构成了这一通用框架。这意味着未来的算法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形态，而是能够实现跨尺度的物理泛化。凭借处理从低维驱动到高维像素输入的通用能力，该框架将向不同尺度延伸。未来应用有望涵盖从毫米级微观医疗手术
到米级巨型工业作业的无缝衔接。这一成果为构建通用的物理世界智能体指明了方向。